嗨，朋友们，很开心给大家演出。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你知道吗？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算是喜榜残疾人。哎呦，说实话，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想讲地狱笑话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20岁，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但凡说难受，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小孩没有腰啊，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我们东北更严重，逞强教育，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得不了任何病。但是这肯定是玩笑，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把你当绝症，不让你吃糖，不让你吃水果，不让你吃巧克力，非说你是狗。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家人才是真的关心。我老80了，知道我得糖尿病，心疼坏了，每天以泪洗面。哎呀妈呀，大孙子咋整啊？得糖尿病了，妈老还没得你就得了，咋整啊？哎呀，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1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一发病就进 ICU， 特别突然，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ICU，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往那一躺，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呼吸都有管帮你。我往那一躺，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我懂。ICU。再出来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周围全是那种老人、老头嘛，他们很健谈，在里边聊天。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看着我说老弟，你这么年轻，你来这儿，你得是癌呀。我说大爷你别闹，我糖尿病。他说你别闹，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当时才意识到，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每天打胰岛素活着。但直到去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老家一个社区，被拒绝了。那个手册一翻开，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大面积纹身不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我又不是那种病。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我伤害别人，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主任喝茶，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亲自倒。蜂蜜茶，主任，蜂蜜茶，5支蜜糖。这个找工作过程中，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中国有1.4亿糖尿病人，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用上班。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那剩下的呢？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偏偏最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适合，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哪怕他们就叫歧视。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掐的岗位，一个大厂的运营。
所有面试全过了 ，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担心你的体力问题，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体力，奥运会上足球、网球、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没有办法上这个班，这得多需要体力！我能为国争光，没办法为他卖命。我不是来端茶倒水，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端不了的吗？又不是铁饭碗。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必须死一个健康人。你有武德，不杀老弱病残，对吧？工作强度大，你降低工作强度啊？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招个累不死的，招个能吃苦的，更适合我了，我就吃不了甜。运营干不了，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我要当英国首相，已经疯了。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那地方我也能住。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这个世界该填的填，不该填的不填。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彩亮。我这个人情绪稳定，很少哭。我妈教育有方，小时候日记被我妈偷看了，哭。我妈说：“你日子多幸福啊！你想想那非洲小孩，饿的都吃不上饭，人家都不哭，你哭。”我说：“你咋知道人没哭呢？非洲小孩日记你也偷看呢？”我妈说哭没用，写日记也没用，要是真喜欢写，就写出高分作文才有用。写作文老是那个题目，我爱我的妈妈。我当然爱我妈妈了，别人妈妈那不阿姨吗？想得高分永远是那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我高烧的深夜照顾我，在雨中接我放学，为我打伞，淋湿了自己。哎，淋湿的永远是我妈，但发高烧的永远是我。那年东北旱灾，庄稼旱死了上百亩，我妈被雨淋湿了47次。我妈在哪儿哪儿下雨，铁岭萧敬腾。全班都写妈妈打伞，妈妈打伞。班主任开班会的时候都疯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做啥都得有用，出生开始就得有用。1岁就抓周，一堆亲戚围着我，七嘴八舌，看我将来有什么用。我抓了个听诊器，他们说不错，医生。其实我可能就想把耳朵堵上。我表弟抓了个铁饭碗，他们说我们家光宗耀祖就靠我表弟了。所以抓周这玩意儿是真准。虽然我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病。抓铁饭碗的表弟更准，他现在在干吃播。就算死了也得有用。我姥爷走了20年了，这20年我姥每周给他准备3根破香蕉和5个过期月饼，求他办了70多件事儿，就没有人考虑过他生前糖尿病。每次给我姥爷烧纸，很少说多怀念他这个人儿，总是让他保佑我们点啥。几年前我要去考试，我姥就跟我姥爷说，保佑孩子考100分。我考的是雅思，一出分7.5，我姥转身就把月饼撤了。家里别人遇到什么事儿也会求我姥爷帮忙，除了烧纸还会烧烟呐，什么别的。这么说吧，我姥爷身边现在全是2手烟、2手手机、2手手表。我姥爷在那边急需一个转转。做人做鬼核心都是有用。前几天我姥摔了一跤，没有人告诉我。我妈后来说，告诉你你回来也没有用，人呢还是要做有用的事儿，你就好好整理短视频。
我说妈，如果所有人都只做有用的事儿，谁刷短视频？就是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的时候，我最快乐。前几天给我家柯基修了个蜜桃臀。别人问我花180给狗屁股修那么好看有什么用？我说没用，但是我开心，因为我没法花180给自己修一个好看的屁股。凭啥非要有用啊？没用的人活得更爽。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最有用的是摄影大哥，他不录这节目纯白眼。其次是观众，你们不笑这节目纯尬眼。最没用的就是气氛组嘉宾。太早了。他们不点评这节目纯享版。但是我们有谁比他们过得好？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干有用的事儿，好累呀，不想有用了。直到今年第一轮比赛的头一天，突然看到一条新闻，言之凿凿说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导致世界末日。我说，哎，要是真的，怎么还有种解脱感？就是不是我主观不努力啊，是客观不允许了。这就好比公公婆婆天天催着生孙子，结果一觉醒来绝经了。那种精神状态就是绝子。我说小行星，你可说准了，来啊！那一夜我灵魂狂欢，什么有用都没用。看见别墅废墟，看见豪车废铁，看见富航狒狒。我还真走了。不努力了，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不去，另一个节目也不去，地球都要熊熊大火烧焦了，那爱奇艺的节目和腾讯的节目都会糊。人情世故不再在乎。爱奇艺导演跟我说：“彩玲姐，要不要用你的短视频账号给我们节目打广告？”我说：“不打，号卖了。”我给我女儿看小行星要撞地球视频，我说：“妈妈爱你，来把教科书拿来，给你烧了。以后随便刷短视频。”我女儿一刷，下一条：专家已辟谣。我说：“写作业去，把火也灭一下。”我女儿说：“妈妈，那你呢？”我说：“我看喜剧，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花小钱看大戏，连续包月更便宜。”好像只有想到世界末日要来了，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废物。我活到今天一直在做有用的事儿。从小的教育让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更大的快乐会在后边等着你。但这是骗人的。小时候我们院里仨女生都喜欢跳皮筋儿，我老是回家写作业凑不齐，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嘴里也捣鼓小皮球拿脚踢2856、2857，再凑齐岁数大跳不动了。那年我们仨正好28、29、31。那时候我姥爷亲手扎了一个风筝，老想带我出去放，还用吃的诱惑我说：“走啊，香蕉带着呢，还有月饼呢。”但是因为我有作文课、数学课，一次都没去过。现在在看放风筝，风筝和姥爷都在天上。我写完这篇稿子，跟我女儿说，什么都没用，你的世界你快乐最有用。我女儿说：“对呀，我的世界本来就没有别人呢。”谢谢大家，我是彩玲。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
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啊，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它做的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我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儿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就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直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
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阳力，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开灯。第1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5官有1官变差之后，其他4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1官，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儿，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划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是吧？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着做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6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是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1是臭，2有毒，3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1秒钟之后你捞出来，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3年啊，就上厕过1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1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1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了，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那个这么一比就是个女厕所了。你要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能。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是吧？然后就上错过1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2个高跟鞋走进来了。说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
走出去的，有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妇婴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那妇婴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你一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对吧？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我说是通的吗？难道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是吧？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因为那次一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3轮开始谋划我这个眼睛全长到心里去了。但是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个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我爸去哪儿了呀？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有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谢谢大家，我讲到这，谢谢大家。没救了。今天这个妆发，这个造型，怕是迪士尼要通缉我了。我刚刚一路上过来，就听到好多姐妹夸我，对吧？
我是非常感谢你们这种直白的夸奖的，因为作为一个胖女生，经常听到的一句夸奖其实是你要是减肥了，一定是个美女。我以前觉得啊，用你说，就是我以前也觉得得等我瘦了，我才能当美女。但我后来想，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当美女。先当美女的人，先当美女。怎么还想用这种标准要求我呀？真的是我是谁呀？我吃过的饭比他吃过的饭都多。但我也知道啊，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呢，女生不被影响其实是很难的。我经常刷小某书，看到有女生发自己的自拍照，然后让大家给她打分的。我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疼。有次我说姐妹，你不需要别人的评价，我们可以先欣赏自己。她说你3分。好，现在知道什么年代了，东汉末年。当然了，被观众评价呢，其实是我这个脱口秀工作的一部分嘛。但是你们不知道，有一些 report 它真的写得非常离奇的。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七七今天没穿裙子，穿的裤子，我不喜欢她穿裤子。我说人都得穿裤子。就算我今天穿了裙子，我也穿了裤子。还有说我穿的太成熟了，不少女的。我快30了，我是个妇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在期待女人是少女的单纯懵懂的样子。你们知道《一路繁花》吧？我之前看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个人说好讨厌这几个姐姐啊，心机太重了。我说她们都60、70了，也该懂一点人情世故啊。而且我是那种很喜欢向姐姐请教人生经验的人，我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去问姐姐，我的人生好痛苦，我找不到出路，应该怎么办？姐姐说啊，不知道人怎么可能保证单纯的？保持不了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逼迫人学会人情世故。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对，我是上过班的，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略有不同。我当时去面试一个电影公司啊，那个面试官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一个制片人。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制片人，当时跟他相谈甚欢，我想权力我来了。结果他问我：“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想啊，爱上我了。我说我不接受办公室恋情。他说我是怕你以后结婚啊会影响工作。我一听特别着急，赶紧说你放心，我连恋爱都不谈。但进了公司1个月之后啊，就是也没有进入权力的漩涡，因为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贴发票。我找了那个面试我的制片人，想争取一下去剧组给他当制片人助理嘛。他当时跟我说：“你的事儿呢，我会考虑的。这样，待会儿呢，我要去跟人吃个饭，你可以吗？”我说：“吃饭，擅长。”而且为了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证明我的能力，我还特地带上了胶棒。待会儿吃完饭，当场贴发票。我一推开那个包间门啊，我就发现不对，全是陌生人。我一坐下，那个制片人就让我喝酒。我当时太年轻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饭局。我说我不喝酒，我要喝椰汁。制片人当时是有点不高兴的，他说：“你只喝椰汁啊？”我说：“好吧，其实我私底下可乐奶茶都来的。”中途他把那个空酒杯往我面前一推，想让我倒酒。我当时又没读懂，我说：“咋啦？你也要喝椰汁啊？”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第二天呢，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呀，不适合剧组。昨天一点也没给我长脸。”我不想给他长脸，我想给他长嘴。但我当时说的是我可以学。
他说算了，你这个情商啊，没有阅历啊，练不出来的。我想什么意思啊？我没阅历，说我情商低，人家姐姐有阅历，你说她心机重，怎么跟密室逃脱一样，找不到出路啊？就好像我当时只给了我2个选择，要么我做一个拥有权利但不受欢迎的坏女人，要么我做一个单纯懵懂但很会贴发票的服务员。然后因为不会服务，被饿死。你们也能看出来，我很容易被饿死。我想改变规则，我想喝椰汁。等我有权利的时候，单开一桌，可乐、奶茶都有，每个人想喝哪个喝哪个。我们以后就喝这个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杨蒙恩啊。那个我之前是个，我刚刚表演了一个忘词儿，好是吧？没有，因为前面刚连的忘词儿，然后在我后面后台的时候我特别的紧张，然后我说与其传染，我不如先得吧，我说是。其实这样，今天聊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生活。我之前是跳街舞的，有人看不出来是吗？你这样能看出来了吗？是吧？来一个，就是这现在我最高水平了，不好意思。其实这样，我很早，我是08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去跳街舞了。08年跳街舞是个非常前卫的事情。08年，王一博甚至都不是练习生呢，王一博就是个小学生。而且那时候全内蒙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街舞是什么。那时有几个年轻人在我们那公园那空地里面跳舞、翻跟头，然后各种转，围了一圈大爷大妈在那儿看，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后来越传越邪乎，说公园里面耍猴的没带猴，能自己练。我就在那种情况下去跳的街舞，然后我们包头唯一一个街舞团叫精武门，非常的中二。就他虽然已经把那个武术的武改成了舞蹈的舞，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精武门里面跳爵士。我啪一走进精武门，所有人就在这儿，然后老师一边跳一边教说：“想象你们再开一台车。”我说：“你开什么？”我说：“你开什么车让你这么开？你坐方向盘上了吧？”你说，我本来不想学，后来呢，讲完课之后，老师给我看了一个世界街舞大赛的视频，放完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世界最牛的街舞比赛。”那这里面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美国人，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中国人接触街舞实在太晚了，老师们再怎么练也比不过他们了。但你真的赶上好时候了，老师相信你从现在开始练，有朝一日一定能代表我们打败日本人，打败美国人，打败韩国人。我当时16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脑子里面已经出画面了。在一群外国高手的围攻之下，我一个托马斯全旋720转体完美落地，全场起立沸腾。主持人都激动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中国人。”这个时候，老师问说：“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跳街舞了吗？”我说：“为国争光。”他说：“没错，这边交钱。”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打外国人，真的。如果一个综艺干不下去的话，我们就找几个外国明星过来唱歌比赛，然后赢他们，是吧？我跟你说，我当时学街舞那个心情，就是那英那年那个表情包，就是我要洋人死。结果过2天，舞团请来了一个外国的麦克老师，给我们上大师班，我又交了3000。我最后临走之前，我终于鼓起勇气，我跟他说了一句英文，我说 I will defeat you in your country。麦克老师也回了我一句中文，他说：“其实我是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的爱国心就被利用了，而且我回想起来，发现我最开始想跳街舞，不是想要为国争光，我当时就想吸引女生。但是我太幼稚了，我发现跳街舞其实根本不能吸引女生。那时候上高中，没有几个女孩喜欢跳街舞的。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男朋友是跳街舞的，你怎么跟别人介绍他？啊，别人一说啊，我男朋友学习好，年级前3，我男朋友体育生，校100米记录，到你了，我男朋友能用脑袋在地上转10圈，你男朋友指尖陀螺吧，那么厉害转。我当时就是那个陀螺，我练头转练得非常厉害，他们甚至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钻地龙。我觉得不够酷，还起了个英文名叫钻地 dragon。钻地 dragon 就是拼音钻地 dragon。
然后我本来还觉得挺酷的，后来直到有一回我去外地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他那个比赛是他介绍选手上场的时候，他是把你来自哪里和你的外号连在一起介绍出来。我刚说我家乡是包头市，我当时下面已经很唏嘘了，我说包头钻地龙，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愚蠢呀？结果我没想到那个 DJ 比我想象中还要愚蠢。他操的时尚又浑厚的口音开始介绍我说：“哦，接下来这位选手是包着头的钻地龙。”后来我们学校也不让我跳街舞了，不是因为我捣乱或者不学习，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突然下发了一个文件，叫《校园安全月全区杀马特整顿大行动》，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抓几个杀马特。但我们学校没有杀马特，教导主任就说。把那个钻地龙给我找过来，把钻地龙找过来。他揪着我说：“你是杀马特。”我说：“我不是杀马特。”他说：“你就是杀马特。”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杀马特？”他说：“你把你的左眼露出来，再跟我说话。”后来教导主任就跟我说：“我现在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杀马特，我们只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儿。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就不能有街舞。”我的天，太严格了。小年纪我就感受到什么叫教务处通知一下来，我们社团就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高3了，然后我就去舞团，我说我就不跳街舞了，我要去考大学了。然后我离开街舞团那天，当时跟我一起跳街舞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难过，然后他们含着泪问我说：“杨蒙恩，你真的不跳街舞了吗？你不跳街舞了，那中国街舞怎么办？”我说这么重要吗？我说我对中国街舞这么重要吗？中国街舞不能等我2年吗？还是怎么着？中国街舞也不招本科啊？就算以后街舞跳再厉害，满天飞各种转，一小心啪，学位证掉地上了。中国街舞界一片唏嘘，哎呀，这个大学生呀，这是。中国街舞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失去了我这个本科生。但中国街舞现在有很多世界冠军，所以我想说，爱国不是你一定要赢谁，就是我们只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可以为国争光。谢谢大家，我是杨蒙恩。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丹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截，就它能移动。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特需专家是哪个虚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虚的专家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十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看到没有吧？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不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三呐，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是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是的方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大概了，打耳洞，打耳洞，两边都打，两边都打，耳骨钉，耳骨钉，鼻钉，鼻环，文花，鼻文花，支持4个姿势，阑尾也切了，阑尾，来听我们拽吧，拽。
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